第一课，安排可用性。对于明天，我们当然有机会参加明天的会议。太棒了，约翰。重要的是要灵活安排时间以容纳所有人。绝对可以。我们希望确保每个人都能参与会议并为会议做出贡献。我们明天的会议有哪些时间选择？我们有3个时段可供选择：上午9点、下午1点和下午3点。哪一个最适合你？我更喜欢下午1点的时段，它给了我足够的时间来结束早上的任务。听起来不错。那么，让我们把会议安排在明天下午1点。完美，我会把它记在我的日历上。会议是亲自举行还是在线举行？由于我们目前正在远程办公，因此我们将举行在线会议。这对我有用。在线会议既方便又节省旅行时间。确实，它非常高效，无论我们的物理位置如何，我们都可以连接。我们应该为会议准备任何具体的议题或议程项目吗？是的，我们将讨论即将到来的项目时间表并分配任务。明白了，我一定要查看项目细节并为任何问题做好准备。那太棒了，安娜，您的意见和见解总是有价值的。谢谢你，约翰。我很期待这次会面并与团队合作。同样，安娜，共同努力实现我们的目标总是富有成效和鼓舞人心的。我感谢我们组织内部的团队合作和支持。绝对可以。当我们共同努力并利用彼此的优势时，我们就会变得更强大。这就是有效协作的美妙之处。当我们齐心协力时，我们会取得更多成就。我完全同意，安娜。让我们让明天的会议取得成功，推动我们的项目向前发展。听起来像个计划，约翰。明天的会议将离我们的共同目标更进一步。我很高兴我们站在同一页上，安娜。这是明天一次富有成效和有影响力的会议。为此干杯，约翰！让我们充分利用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取得优异的成绩。当然，安娜。明天在会议上见。第2课，文化差异。看到文化差异如何塑造我们的视角，令人着迷。当然，约翰。每种文化都带来独特的价值观和看待世界的方式。有趣的是，在一种文化中，某件事可以被视为礼貌，而在另一种文化中却被视为粗鲁。没错，约翰。不同文化的手势和习俗可能有很大差异。你能举一个你觉得有趣的文化差异的例子吗，安娜？个人空间的概念就是一个例子。在某些文化中，人们更喜欢在对话中站得更近，而另一些人则更看重更远的距离。这很有趣，安娜。重要的是要意识到这些差异，以避免误解。当然，约翰。
注意文化的细微差别有助于促进更好的沟通和尊重。我同意，以开放的心态和学习意愿来对待文化差异至关重要。当然，约翰，拥抱多样性丰富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安娜，你遇到过任何让你感到惊讶的文化差异吗？是的，约翰。当我去日本旅行时，他们在社交互动中强调礼貌和尊重，这让我感到惊讶。这很有趣，安娜。适应我们参观的地方的习俗很重要。是的，约翰。尊重当地习俗和传统是欣赏当地文化的一种方式。是否有任何超越文化差异的普遍价值观？是的，约翰。善良、诚实和同情等价值观往往在不同文化中受到重视。这让人放心，安娜。很高兴知道一些价值观可以弥合文化鸿沟。当然，约翰。寻找共同点有助于建立联系和增进理解。我们如何才能对不同的文化及其观点进行自我教育？一种方法是读书或看关于不同文化的纪录片。约翰，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安娜。它使我们能够深入了解不同的视角。另一种方法是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对话。我同意，安娜。交流经验和想法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第三课，惊险的山地探险。山脉，这听起来很刺激。安娜，你在最近的山地旅行中遇到过任何激动人心的经历吗？当然，约翰。山脉提供令人叹为观止的美景和惊险的冒险经历。告诉我你旅途中最难忘的时刻之一。亮点之一是登上了具有挑战性的山峰，成就感令人难以置信。那一定是一次令人振奋的经历。你是如何为如此艰难的攀登做准备的？我之前训练了几个星期，专注于耐力和力量训练。做好身体准备是至关重要的。我能想象，爬山需要高水平的体能和心理适应力。确实，心理方面同样重要。这是关于克服挑战并保持决心。在攀登过程中，你是否有任何意想不到的障碍需要克服？是的，我们在山顶附近遇到了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它使小径变得湿滑，能见度很差。这听起来很有挑战性。你是如何设法度过这场风暴的？我们依靠登山装备，沿着小径沿着标志行驶，这需要格外谨慎和团队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团队合作至关重要，互相支持和注意很重要。绝对可以。我们必须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团队决策，以确保每个人的安全。
在攀登过程中，你有过恐惧或怀疑的时刻吗？有一些疑问的时刻，尤其是在面对陡峭的悬崖或不可预测的天气时，但我提醒自己的能力并保持专注。克服恐惧和怀疑本身就是一项重大成就，它显示了力量和决心。当然，山脉教会了我们关于韧性、毅力和自信的宝贵经验。我明白为什么登山是一种如此激动人心和变革性的体验。确实如此，约翰。山脉有办法突破我们的极限，展现我们的内在力量。你将来会再去一次山地冒险吗，安娜？绝对可以。我已经在计划下一次山地探险了。山脉的魅力是不可抗拒的。太棒了，安娜！我很佩服你的冒险精神和接受挑战的意愿。谢谢你，约翰。生活注定要充实的生活，山地探险为我们的旅程增添了兴奋和美丽。我完全同意，安娜。以下是更多惊险刺激的山地探险及其带来的教训。为此干杯，约翰！让我们继续探索山脉的奇观，并突破我们的界限。确实，安娜，让我们踏上新的山地探险之旅，并在旅途中创造难忘的回忆。第4课：考试焦虑和短暂休息。考试可能会让人感到压力，安娜，你如何管理考试焦虑？找到适合你的策略很重要。对我有帮助的一件事是在学习期间短暂休息。这很有趣。你多久休息一次？休息多长时间？我通常每45分钟到1个小时休息一会儿，大约需要5至10分钟才能恢复精力，放松心情。为了充分利用这些休息时间，你会做什么？我会尽量参与有助于我放松身心，把注意力从学习上移开的活动。我可能会伸展身体，听音乐，或者走一小段路。这听起来像是提神醒脑、防止倦怠的好方法。绝对可以。休息可以让我保持注意力，防止疲劳加剧。你有什么技巧可以充分利用短暂的休息时间吗？一个提示是避免查看手机或被社交媒体所困扰，取而代之的是做一些真正能放松和恢复活力的事情。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休息时很容易被我们的设备分散注意力。另一个建议是为休息时间设定一个计时器，这样你就不会在学习上占用太多时间。在学习方面，时间管理至关重要。设置计时器可以帮助保持平衡。没错，这是关于在集中学习时间和进行必要的休息之间找到平衡点。你发现短暂的休息有助于减轻考试焦虑吗？是的，它肯定有帮助。通过定期给自己休息，我不会感到不知所措，可以更好地控制自己的学习时间。很高兴听到，控制考试焦虑对于保持最佳表现至关重要。绝对可以。
重要的是要优先考虑自我保健，并制定适合自己的学习计划。你还有其他策略来应对考试焦虑吗？是的，除了休息外，我还练习深呼吸练习和积极的自我对话来平静心情。深呼吸和积极的肯定可以成为管理压力的有力工具。他们确实是，这是关于培养积极的心态并相信自己的能力。感谢你分享你的见解，安娜。我敢肯定，许多学生会发现这些技巧很有帮助。不客气，约翰。我希望这些策略能让其他人的学习和考试变得不那么艰巨。我相信他们会的。这是为了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控制考试焦虑和取得成功。为此干杯，约翰！让我们互相支持，满怀信心地完成这些考试。当然，安娜，齐心协力，我们可以克服考试焦虑，在学术追求中脱颖而出。第5课：激烈的锻炼和增强力量。安娜，我听说你最近一直在做一些激烈的锻炼，在训练期间，您如何设法保持心率加快？约翰，这一切都是为了将高强度锻炼融入我的日常活动，这就是使我的心率加快并使其非常激烈的原因。这听起来很有挑战性，但很有效。你能举一个你做的高强度运动的例子吗？我喜欢的一项运动是 burpees， 这是一项结合了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的全身运动，这真的让我心跳加速。Burpees 很强壮，但它们能起到多种肌肉群的作用。你通常在一个会议中做几次？我的目标是10至15个波比组合，两者之间的休息间隔很短。它使强度保持在较高水平，让我不断突破极限。这太令人印象深刻了，安娜。我可以想象这些锻炼一定是多么具有挑战性和回报。他们肯定是，约翰。激烈的锻炼将我推向极限，帮助我增强身心力量。说到力量，你还做了哪些其他锻炼来增强整体力量？我会将深蹲、硬拉和俯卧撑等练习纳入我的日常锻炼中。这些复合运动针对多个肌肉群，有助于增强力量。复合练习非常适合增强功能力量。你多久训练一次才能看到进步？我每周训练大约4至5次，让我的身体有足够的时间在2次训练之间休息和恢复。休息和恢复对于肌肉生长和预防受伤至关重要。你有什么恢复秘诀吗？绝对可以。我会优先考虑睡眠，并确保有足够的休息。此外，我还包括伸展运动和泡沫滚动，以帮助肌肉恢复。这是一种全面的复苏方法。经过激烈的锻炼后，照顾好我们的身体很重要。当然，约翰，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使我们能够继续挑战自己并取得进步。你注意到激烈的锻炼和力量训练还有其他好处吗？绝对可以。除了增强体力外，我还能感觉到更有活力、更自信，专注于生活的其他方面。
太棒了，安娜。令人惊讶的是，运动能对我们健康的各个方面产生如此积极的影响。确实如此，约翰。运动不仅关乎身体健康，还关乎心理和情感健康。你的奉献精神以及你通过激烈锻炼取得的成果给我带来了启发。谢谢你，约翰。这一切都是为了找到能挑战和激励你个人的练习和套路。好吧，你无疑激励我将更多的强度和力量训练纳入我的锻炼中。我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约翰。让我们继续努力奋斗，一起享受激烈锻炼的好处。当然，安娜，这是为了挑战我们的极限，增强力量，拥抱激烈锻炼的力量。为此干杯，约翰！让我们通过健身之旅继续在身体和精神上变得更强壮。确实，安娜，让我们继续努力追求卓越，并在此过程中激励他人。第6课：租车和保险。安娜，我听说你最近租了一辆车，你为此买了保险吗？是的，我一定要从租赁公司购买保险，保持这种高枕无忧很重要。绝对可以，事故可能会发生，而拥有保险可以使您免于意外开支。确实如此，最好做好准备并做好防护，尤其是在您驾驶租用车辆时。你选择了基本保险，还是选择了额外的保险选项？我决定选择额外的保险选项，它的成本可能更高一些，但它提供了更广泛的保护。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安娜。额外的保险可能是有益的，特别是如果您计划在不熟悉的区域开车。没错，我想确保我能为任何潜在的损失或事故提供保障。你还检查过你的个人汽车保险是否涵盖租车吗？是的，我做到了。我的个人汽车保险不为租车提供保障，所以我知道我必须单独购买。很高兴知道，许多人认为他们的个人保险涵盖租金，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是的，请务必咨询您的保险提供商，以了解您的保险选项。租赁公司是否向你解释了保险范围的细节？是的，他们为我提供了所有必要的信息，并回答了我关于保险的问题。太棒了！必须清楚地了解保险的承保范围和任何限制。绝对可以。了解条款和条件会有所帮助，以免以后出现任何意外。除了保险，租赁公司是否提供任何其他服务或福利？是的，如果在租赁期间发生任何故障或紧急情况，他们会提供路边援助。路边援助可以成为救命稻草，尤其是当你在陌生的地方时。当然，知道如果出现问题，只需一个电话即可获得帮助，这让我高枕无忧。租车时你需要支付保证金吗？
是的，我必须在租车时提供押金，这是大多数汽车租赁公司的标准做法。在为租金编制预算时，请务必考虑押金。绝对可以，这是对资金的暂时冻结，因此制定相应的计划至关重要。感谢你分享你的经验，安娜。了解汽车租赁和保险会很有帮助。不客气，约翰。我希望这些信息可以帮助其他人将来租车。我敢肯定会的。无论是乘坐我们自己的汽车还是租来的车辆，这里都是安全愉快的旅程。为此干杯，约翰。无论何时在路上，都要优先考虑安全和保护。当然，安娜，让我们始终负责任的开车，做出明智的决定，以便我们高枕无忧。第8课：旅行和丰富文化。安娜，我一直很佩服你对旅行的热情，看世界真的很丰富，不是吗？当然，约翰，旅行使我们能够探索不同的文化，开阔视野，创造持久的回忆。我完全同意。每当我访问一个新地方时，我都会觉得自己学到了一些关于这个世界和我自己的新知识。这就是旅行的美妙之处，它为新的体验打开了我们的视野，并帮助我们欣赏地球的多样性。你有最喜欢的旅行目的地给你留下深刻印象吗？很难只选一个，但我必须说，访问日本京都对我来说是一次变革性的经历。是什么让京都对你如此特别？京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古老的寺庙、迷人的花园和茶道令人难以置信。这听起来很神奇。令人着迷的是，世界各地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宝藏。绝对可以，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旅行是一种教育形式，它以书本无法做到的方式教会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我完全同意，安娜。亲身体验不同的文化是一种真正身临其境和启发性的体验。而且它不一定是遥远的目的地，即使探索我们自己的国家也可以同样丰富多彩。你说的对，有时候我们忽略了我们自己后院的美丽和文化丰富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尽我所能的努力探索当地景点和隐藏的宝藏。对于想开始旅行但不确定从哪里开始的人，你有什么建议吗？从小处着手，约翰。选择附近您感兴趣的目的地，并计划一次短途旅行，这是深入旅行世界的好方法。这是一种实用的方法。作为旅行者，迈出第一步并建立信心非常重要。没错，随着经验的积累，你可以逐渐冒险到更遥远和更具异国情调的地方。你会说你在旅行中学到的最有价值的教训是什么？我学到的最宝贵的经验教训之一是适应能力和拥抱未知世界的重要性。旅行当然需要灵活性和驾驭陌生情况的能力。
是的，它教会我们走出舒适区，足智多谋，欣赏自发性之美。我明白旅行对许多人来说是一种变革性和改变生活的体验。确实如此，约翰。它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增强了同理心，并与各行各业的人建立了联系。好吧，你无疑激发了我开始更多的旅行冒险，并接受他们提供的丰富体验。我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约翰。这个世界正等待着探索，有太多东西需要发现和学习。这里有旅行的乐趣、文化交流的美好，以及我们在旅途中创造的终身回忆。为此干杯，约翰！让我们通过远近的旅行继续探索、学习和成长。当然，安娜，让我们拥抱世界的奇观，并继续通过我们的经验来丰富自己。第9课：高效的行程规划。安娜，说到旅行，我了解到计划是关键，请务必提前查看时间表并规划路线。当然，约翰，制定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行程可以为您节省时间、金钱和旅途中不必要的压力。你通常是如何计划行程的？你有什么策略可以分享吗？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研究目的地并列出必看的景点和活动。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它有助于清楚地了解你想要体验和探索的内容。拿到清单后，我会根据景点的距离和可用时间对景点进行优先排序。这是有道理的，务必切合实际，为每项活动或观光景点分配足够的时间。绝对可以。充分享受几个地方比匆忙穿过许多地方却不完全欣赏它们要好。您如何决定旅行期间的出行交通方式？这取决于目的地，约翰。有时公共交通既方便又具有成本效益，而在其他情况下，租车可能更实用。我明白了，最好考虑当地的交通系统、无障碍环境和景点之间的距离等因素。当然，通过选择最合适的交通方式，您可以使您的旅行体验更加顺畅和愉快。你有什么小贴士可以避免在热门旅游景点排长队和人群聚集吗？一种有效的策略是在人群较少的清晨或晚些时候访问热门景点。这是一种明智的方法，它可以让你战胜匆忙，获得更平静的体验。此外，提前在线购买门票可以帮助您绕过排长队并节省时间。这是一个很好的提示，随时值得一看景点是否提供在线票务或免排队选项。绝对可以。稍作预先规划可以大大延长您的时间，并最大限度地减少等待时间。旅行期间的餐饮选择呢？你如何决定去哪里吃饭？我喜欢事先研究当地的美食和受欢迎的餐厅。阅读评论和推荐可以帮助我找到正宗美味的就餐场所。
这是个好策略。品尝当地菜肴和体验某个地方的烹饪文化始终是任何旅行的亮点。绝对是，约翰。食物是了解目的地文化和传统的窗口。您对有效的旅行计划有任何最终的建议吗？一个重要的提示是要保持灵活性，为意想不到的发现或计划的变化留出空间。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有时候，当我们偏离最初的计划时，最难忘的经历就会发生。没错，制定旅行框架很重要，但也要为自发性和新的冒险留出空间。好吧，安娜，你的见解和技巧非常有帮助，我一定要在以后的旅行中应用它们。我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约翰。我希望这些小贴士能让你的旅行更加愉快和无压力。谢谢你分享你的智慧，安娜。这里有高效的旅行计划和难忘的冒险经历。为此干杯，约翰。愿你未来的旅行充满美好的经历和珍贵的回忆。当然，安娜，让我们拥抱探索新地方的乐趣，充分利用我们的每一次旅程。第10课，期待放松。安娜，我最近感觉精疲力尽，没什么好玩的，只是期待放松一下。你呢？我能理解，约翰。有时我们都需要休息一下才能恢复精力、恢复活力。我也很期待停机时间。重要的是要优先考虑自我保健，想办法放松身心。你平时是如何放松和恢复活力的，安娜？我最喜欢的放松方式之一是读一本好书，它使我能够逃到不同的世界，忘记日常生活的压力。阅读确实是放松身心的好方法，我觉得它能让人平静下来，它可以帮助我将注意力转移到愉快的事情上。绝对可以，这就像在不离开舒适的家的情况下度过一个心理假期。除了阅读，你还有其他可以放松的活动吗？我也喜欢练习瑜伽和冥想，它们帮助我找到内心的平静，给我的身心带来平静感。听起来很棒。参与正念活动确实有助于减轻压力和促进整体健康。当然，找到能引起你共鸣并带给你快乐和安宁的活动很重要。我完全同意，安娜。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放松方式，因此必须找到最适合我们个人的方式。当然，约翰，这一切都与自我意识和倾听我们的身心需求有关。除了个人放松之外，你对与朋友或亲人一起计划休闲活动有什么想法吗？与亲人共度美好时光也可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放松和恢复活力。这是一个建立联系并创造持久回忆的机会。我同意，无论是一起散步、野餐，还是只是享受彼此的陪伴，它都会增添额外的欢乐和放松感。当然，约翰，社交关系和有意义的关系对我们的整体福祉至关重要。
好吧，安娜，我希望你未来有一段放松身心、恢复活力的时光，抓住机会充电，做一些能给你带来快乐的事情。谢谢你，约翰。我也希望你也一样。愿你找到你想要的放松和宁静。这里有放松和自我保健的力量，让我们抓住机会放松身心，在生活中找到平衡。为此干杯，约翰。愿我们始终将自己的幸福放在首位，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平静和放松的时刻。当然，安娜，让我们把自我保健和放松作为优先事项，因为这有助于我们的整体幸福感和成就感。第11课，冷却面团。安娜，我很高兴今天能烤点饼干。你把面团冷藏了吗？是的，我把它冷藏了几个小时。冷却面团有助于使面团变硬并使味道形成。太棒了！冷藏的面团通常可以制成质地更好的饼干，并防止在烘烤过程中过度扩散。绝对可以。它还可以帮助口味融合在一起，从而制成更美味的最终产品。你通常会把面团冷藏多长时间？这取决于食谱，但通常我会把它冷藏至少1-2个小时。有些食谱可能需要更长的冷却时间。我明白了。因此，要获得最佳的烘焙效果，耐心是关键。当然，约翰，等待的人会得到好处，尤其是在烘焙方面。除了饼干，还有其他类型的面团可以从冷藏中受益吗？是的，有很多面团可以从冷藏中受益。例如，当面团在铺开之前先冷却后，馅饼皮就会变得更片状。很高兴知道，冷却面团似乎是烘焙中获得最佳效果的常用技术。绝对可以。这是一个简单的步骤，可以极大的改善烘焙食品的整体质量。我很期待品尝饼干。冷藏的面团通常会制成具有耐嚼但质地柔软的饼干。我敢肯定它们会很好吃，约翰。冷冻面团有助于饼干保持其形状并确保口感令人满意。我很感激你的提示，安娜。学习可以提升我们烘焙技能的小技巧总是有帮助的。我很高兴我能分享我的知识，约翰。烘焙是表达创造力并为他人带来快乐的绝佳方式。确实，安娜，新鲜出炉的食物的香气和它们带来的快乐确实很特别。烘焙可以是一种自我保健，也是向周围的人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好吧，安娜，我很感激你关于冷却面团的建议。让我们来烤那些饼干吧。当然，约翰，让我们享受这个过程，品尝我们烘焙冒险的甜蜜回报。这里是烘焙艺术和厨房里发生的魔法。愿我们的饼干变成美味佳肴。为此干杯，约翰。愿我们的烘焙零食给我们的心灵和喜欢它们的人带来微笑和温暖。当然，安娜，让我们拥抱烘焙的乐趣，一起创造美味的回忆。第12课，
及时了解行业趋势。安娜，我一直在考虑如何才能跟上行业趋势，你有什么建议吗？当然，约翰，一种好方法是参加与我们的领域相关的会议，他们提供了宝贵的见解和交流机会。这是个好主意，安娜。会议汇集了行业专家，为了解最新发展提供了一个平台。的确，约翰，这是一个获得新知识、发现新趋势以及与志同道合的专业人士建立联系的机会。除了会议，我们还有其他方法可以随时了解行业趋势吗？当然，阅读行业出版物、博客和时事通讯是另一种有效的方法，他们定期提供更新和分析。我同意。重要的是要随时了解并了解我们行业正在发生的变化。当然，约翰，持续学习和及时了解行业趋势有助于我们保持竞争力和适应能力。你有任何特定的资源或出版物对你有帮助吗？是的，有几本知名的行业杂志和在线平台涵盖了最新的趋势和见解。我可以和你分享一些建议。那太棒了，安娜。精心挑选的资源清单可供参考，总是很有帮助的。我一定要为你整理一份清单，约翰。它将包括各种来源，以满足我们行业中不同的兴趣和领域。我很感激你的努力，安娜。获得可靠和最新的信息对于职业发展至关重要。我完全同意，约翰。重要的是要投入时间和精力来了解情况，并与我们的行业一起发展。除了参加会议和阅读之外，我们还能采用其他策略吗？参与与我们的行业相关的在线论坛和社区也可能是有益的，他们为讨论和知识共享提供了平台。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安娜。与行业同行互动和交流想法可以带来宝贵的见解和新的视角。当然，约翰，协作和网络在保持联系和更新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好吧，安娜，我很感激你的建议。让我们有意识的努力与行业趋势保持同步，继续我们的专业发展。当然，约翰，通过随时了解情况和接受终身学习，我们可以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蓬勃发展，为我们的行业做出有意义的贡献。这是对知识的追求和对保持行业趋势领先地位的承诺。愿我们永远站在创新和进步的最前沿。为此干杯，约翰！让我们抓住机会，学习、成长，并在我们的职业生涯中产生积极影响。当然，安娜，在我们不断变化的行业格局中，让我们保持好奇心、适应能力和开放的心态。第13课：清晰的天气预报。你查过预报了吗，安娜？今天的天气怎么说？根据预测，应该整天保持晴朗，看不到雨水或云的迹象。
这是个好消息。晴朗的天气意味着我们可以不受干扰地计划户外活动。当然，约翰，这是享受阳光和新鲜空气的绝佳机会。我本来想去远足，晴朗的天气将使体验更加愉快。徒步旅行听起来很棒，约翰。晴朗的天空将提供壮丽的景色和宜人的徒步旅行环境。确实，安娜，天气如何增强我们的户外体验真是太神奇了。绝对可以。无论是徒步旅行、野餐还是只是散步，晴朗的天气都为我们的户外探险增添了一丝魔力。考虑到明确的预测，你还有其他当天的计划吗？我想把瑜伽垫带到外面，在公园里练习瑜伽。晴朗的天气将营造出宁静祥和的气氛。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安娜。大自然中的瑜伽可以令人难以置信地恢复活力和镇静作用。我完全同意，约翰。新鲜空气、自然环境和晴朗的天空相结合，可以增强身心联系。除了户外活动外，晴朗的天气还使我们能够做一些园艺或在后院放松身心。当然，约翰，园艺可以起到治疗作用。天气晴朗时，我们有机会照料植物，享受大自然的美丽。天气如何影响我们的情绪和我们选择参与的活动，真是太神奇了。的确，约翰，我们与自然和各种元素的联系是深远的。晴朗的天气为我们提供了积极而令人振奋的体验。好吧，安娜，我很感激这个明确的预测，它为我们开辟了一个充满可能性的世界，让我们可以充分享受这一天。当然，约翰，让我们充分利用这种晴朗的天气，创造美好的回忆。这里是为了晴朗的天空和它们带来的欢乐。愿我们欣赏大自然之美，抓住每一个机会拥抱户外。为此干杯，约翰！让我们沉浸在晴朗天气的奇迹中，在最简单的时刻找到快乐。当然，安娜，让我们珍惜天气晴朗的礼物，享受它为我们提供的自由与宁静。第14课：探索当地美食。每当我旅行时，我都喜欢体验当地美食，它为我的旅程增添了独特的味道。你尝试过的最独特的菜是什么？哦，那里有很多美味又独特的菜肴，约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菲律宾美食 Balut， 它是一个受精的鸭蛋，里面有部分发育的胚胎。这听起来很有趣，安娜。令人着迷的是，不同的文化有自己独特的菜肴。当然，约翰。探索当地美食使我们能够了解和欣赏世界各地不同的烹饪传统。您是否尝试过来自不同国家的其他独特菜肴？是的，我也尝试过哈吉斯，这是一种传统的苏格兰菜，由绵羊的心脏、肝脏和肺部制成，混合了洋葱、香料和燕麦。这太冒险了，安娜。令人惊讶的是，某些菜肴能够如此深刻地植根于一个国家的文化和历史。的确，
约翰。食物有能力讲故事，将我们与一个地方及其人民联系起来。在烹饪之旅中，你还遇到过其他独特的菜肴吗？我尝试的另一道有趣的菜是 Eskimos， 它是从龙舌兰植物的根部采集的蚂蚁幼虫。在墨西哥，它被认为是一种美味佳肴。哇，这绝对是我以前从未听说过的东西，安娜。当地食材和传统如何塑造一个地区的美食令人着迷。当然，约翰，探索当地美食不仅能满足我们的味蕾，还可以加深我们对文化遗产的理解。我完全同意，安娜。这是让自己沉浸在当地生活方式和传统中的绝佳方式。的确，约翰，食物可以成为探索一个地方心灵的门户。好吧，安娜，我很感激你对来自不同国家的独特菜肴的见解，它进一步激发了我的好奇心。我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约翰。探索当地美食是拥抱我们丰富世界的一种令人兴奋而美味的方式。这里是探索烹饪的乐趣，以及将我们带到全球不同角落的口味。愿我们继续品尝和欣赏当地美食的多样性。为此干杯，约翰！让我们踏上烹饪冒险之旅，一次吃一盘，创造难忘的美食回忆。当然，安娜，让我们对新的口味、质地和香气持开放态度，让当地美食成为我们获得难忘旅行体验的指南。第15课，下一个旅行目的地。我正在考虑下个月去旅行，我等不及要探索一个新地方了。你怎么样，安娜？哦，我也喜欢旅行，约翰。下个月，我正在考虑参观一个迷人的海滨小镇，它在我的遗愿清单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听起来很棒，安娜。海滨城镇具有独特的魅力，并提供轻松的氛围。你选择那个目的地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吗？我一直被平静的海浪声和海岸风景之美所吸引，我想体验海边的宁静与宁静。听起来非常平静，安娜。令人惊讶的是，不同的目的地如何提供多样的体验并吸引我们的个人喜好。当然，约翰，探索新地方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在海边度假，你有什么特别的活动或景点吗？我计划沿着海滩散步，品尝新鲜的海鲜，并用相机拍摄壮丽的日落。这将是放松和探索的完美融合。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愉快的行程，安娜。我希望你度过一段难忘的时光，捕捉海滨小镇的美丽。谢谢你，约翰，我真的很期待。你呢？你正在考虑任何特定的目的地吗？我倾向于山区，安娜。我喜欢徒步旅行，也喜欢被壮丽的风景所环绕。这是与大自然重新建立联系的好方法。听起来很神奇，约翰。山脉提供了另一种美景和冒险感。你有任何特定的步道或山峰吗？
我听说过一条通往壮丽山峰的具有挑战性的步道，它以其全景和带来的成就感而闻名。这听起来像是一次令人振奋的经历，约翰。徒步前往山顶并欣赏壮丽的景色确实很特别。当然，安娜，身处山上，被大自然的壮丽景色所环绕，这种感觉难以言表。我完全同意，约翰。正是这样的时刻让我们想起了星球的奇观。好吧，安娜，看来我们俩下个月都有令人兴奋的旅行计划。愿我们的旅程充满发现、欢乐和难忘的经历。的确，约翰。让我们拥抱探索的快感，在我们参观的地方创造美好的回忆。这里是对新冒险的期待，也是探索未知宝藏的兴奋之情。愿我们的旅行激发我们的好奇心，给我们带来灵感。为此干杯，约翰！让我们以开放的心态和开放的心态踏上各自的旅程，准备好拥抱旅行的魔力。当然，安娜，让我们抓住机会，在踏入新目的地时探索、学习和成长。第16课，机场出发。我正在乘坐维珍大西洋航空的航班，你碰巧知道门牌号码，安娜？让我检查一下，约翰。是的，您的航班从23号登机口起飞。不要忘记查看机场屏幕上是否有任何最后一刻的更新。谢谢你，安娜，我很感激你的帮助。随身携带登机口号码总是件好事，这样可以确保顺利出发。当然，约翰。提前知道登机口号码可以节省时间，并有助于我们更高效地浏览机场。你今天也在旅行吗，安娜？是的，我要搭乘另一家航空公司的航班。我会检查我的登机牌，看看我需要去哪个登机口。看到不同的航空公司和乘客聚集在机场总是令人兴奋的，它就像是多元化旅程的枢纽。我同意，约翰。机场拥有充满活力的氛围，各行各业的人们，每个机场都有自己的目的地和目的。这就是旅行如此迷人的原因。这是与来自不同文化和背景的人们建立联系的机会。当然，约翰。它开阔了我们的视野，提醒我们世界的广阔和多样性。我发现登机起飞的过程非常激动人心，这是新冒险的开始。我完全同意，约翰。当我们坐在座位上为起飞做准备时，人们的期待越来越高。一旦我们升到空中，我们就可以从上方欣赏壮丽的景色和悬浮在两个世界之间的感觉。的确，这是一种独特的体验。从鸟瞰角度看世界时，我们对我们的星球有了不同的视角。安娜，你在飞行期间有过任何难忘的经历吗？是的，我记得有一次空姐在飞行期间用一个小生日蛋糕给我一个惊喜，它使那段旅程变得更加特别。太可爱了，安娜。当航空公司加倍努力让乘客感到被重视和庆祝时，这真是令人心动。确实如此，
约翰。这些小手势可以带来很大的不同，并创造持久的回忆。好吧，安娜，我现在最好去23号登机口。再次感谢你帮我提供门牌号。不客气，约翰。祝您飞行愉快，享受旅程，一路顺风。谢谢你，安娜。无论您的目的地在哪里，您都可以安全的旅行。直到下次。第17课，最大限度的提高生产力。最近我一直在努力控制自己的任务，有很多事情要做，我想充分利用自己的日子。我明白，约翰。管理我们的责任并确保我们有效利用时间可能具有挑战性。没错，安娜。我觉得总会有一些干扰因素使我偏离我需要完成的任务。一种对我有用的策略是创建待办事项清单，它可以帮助我保持井井有条并确定任务的优先顺序。这是个好主意，安娜。我会试一试的。有明确的要解决的事情清单可以提供方向感和专注感。当然，约翰。另一个技巧是将较大的任务分解为更小、更易于管理的任务，这让他们感觉不那么压倒性了。我明白那会有什么帮助。当任务微不足道时，更容易保持动力和跟踪进度。当然，约翰。而且不要忘记为每项任务分配特定的时段，它有助于制定结构化的日程安排并防止拖延。说得好，安娜。我经常低估某些任务需要多长时间，这会耗费我一整天的时间。设定切合实际的时间表至关重要。绝对可以。时间管理是最大限度的提高生产力的关键。重要的是要注意我们如何分配时间，避免不必要的浪费时间的活动。你说的对，安娜。我需要加强纪律，避免被社交媒体或过度多任务处理等干扰所困扰。这是一个常见的挑战，约翰。尽量减少干扰和保持专注需要自律，但为提高工作效率付出努力是值得的。我一定会努力的。我听到的另一件有益的事情是在任务之间稍作休息，以恢复精力，避免精疲力尽。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约翰。我们的大脑需要休息片刻才能保持敏锐并保持一整天的生产力。当然，安娜，这一切都是为了在工作和休息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质量休息实际上可以提高我们的整体效率。我完全同意，约翰。而且，我们不要忘记通过适当的睡眠、营养和运动来照顾自己的重要性。你说的绝对正确，安娜。当我们优先考虑自己的福祉时，我们就会有更多的精力和专注力来有效地完成任务。好吧，约翰，这是为了改善时间管理，提高生产力，充分利用我们的时光。当然，安娜。为此干杯！让我们实施这些策略，创造更有成效、更充实的日常生活。第18课，在机场航行。我想找免税店。
你知道他们在哪里吗，安娜？是的，约翰，他们位于2楼，就在安全检查站之后。这很有帮助，安娜。我总是喜欢在起飞前浏览免税商店。他们有各种各样的产品可供选择，从化妆品和香水到电子产品和纪念品。我一定要检查一下，这是为我的家人和朋友购买礼物的绝佳机会。当然，约翰，与普通零售商店相比，免税购物使您可以以更实惠的价格购买商品。这是一种奖励，我可以在买到优质产品的同时省点钱。当然，记得查看免税物品的限额和限制，尤其是在国际旅行时。我会记住的，安娜。遵守海关法规以避免出现任何问题很重要。没错，说到2楼，那里还有几家餐馆和咖啡馆。很高兴知道，我可能会在起飞前快速吃一口。这是个好主意，约翰。享用一顿饭或一杯咖啡可以使等待时间更加愉快。绝对可以。在旅程开始之前，坐下来放松身心，品尝一顿美味的饭菜真是太好了。而且，如果您有任何特定的饮食偏好或限制，请务必询问可用的选项。谢谢你的提醒，安娜。我一定要问一下任何速食或无麸质食品。不客气，约翰。在机场享受舒适愉快的体验非常重要。当然，机场可能很繁忙而且不知所措，但是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我们需要的便利设施会更容易。没错，约翰。事先熟悉机场的布局和设施可以节省时间并减轻压力。我同意，安娜。它使我们能够更高效的在机场导航，专注于享受旅程。绝对可以。因此，请记住，免税商店和餐馆在2楼，就在安全检查站之后。谢谢你提供的信息，安娜。我很感激你的帮助。消息灵通总是件好事。不客气，约翰。享受探索免税商店的美好时光，享受美食，安全旅行。谢谢你，安娜。我会充分利用我的机场体验。直到下次。